1994年底，贵阳北郊2个单位出现的离奇破坏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据说，在那一年的11月30日凌晨，贵阳北郊都西林场电闪雷鸣之中，一些目击者看到天空有奇异现象出现，2团刺眼的强光发出比火车还要巨大的轰鸣声，裹挟着怪异的狂风，将林场400多亩马尾松林迅速摧毁。与此同时，紧邻林场的铁道部贵阳车辆厂，当地人也叫做多拉营车辆厂的地方，也同样遭袭。这里除了断树毁房外，据说还留下了很多难以解释的奇异破坏现象。事发后，很多人认为当天晚上那个现象是一个不明飞行物，人们将它称作空中怪车，而现场诸多的奇怪现象就是它破坏的。这种说法迅速遭到了另外一些调查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是自然现象。然而，据说现场的诸多离奇迹象又让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以至于这一事件因为一时无法解释，而成为了我国 UFO 事件史上的一桩悬案。徐忠波是都西林场的工人，当天他就在林场附近。那么这一片森林大概被毁了，大概一共有400多亩，塑料大棚完好无损，茂密的森林倒了，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那么现在是整个400多亩森林，现在只剩下那几棵了，仅剩几棵，这几棵马尾松了。从录像带上可以看出，大片树木都是在一定的高度被折断的，断面不整齐，高度不一致。而折断的高度在这个林场仅存的一小片灾害保留地中可以更准确地感受到。在这里，人们看到树木大都是在1米以上的高度断掉的，这种情况就与一般的风灾很不一样。按照常理，树木遇到强风应该是绝大部分从根部倒掉，为什么这次断树会是这样的呢？因为那个林子完全是一个隔松香的，每一年你把那树皮隔下一块，每一年隔一块，转着这么一隔，转着圈这么隔，那么树在这一块呢，就是这个一个挺高的一个树的最脆弱的地方，因为它纤维是不连贯的，所以从这个被切的这个地方倒是很有可能。11月份的贵州正是冷空气的前锋南下入侵的时候，由于地形的差异，山丘低洼的地方比较空旷，气温降得快，而林区内保温性好，温度降得慢。温差陡变产生的大风吹向森林，将树木从割松香的地方折断，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的解释极大增强了调查人员的信心，但是在接下来的调查中，人们却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从破坏的现场来看，树木并不都是从那个割松香的地方断掉的。其次，灾害是跳跃性前进的，整个破坏区域非常不连续，由西南到东北断断续续呈现出4个区域。如果是风，一般都是席卷一片。什么风会这样跳着走呢？第三，破坏还具有选择性，同样的选择性也表现在塑料大棚上。这是一张当时拍摄的照片，完好的塑料大棚和前后折断的树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棚的这个高度是3米多高，因为它这个风这个什么这个阻力应该是很大的，因为它是这个方向了，这是东西方向的，这个导向是南北方向的，这个力应该是南北方向的哈。那么这个大棚是东西方向，大棚的是3米高的，那大棚还是完好无损的。为什么前后的树木都被毁了，
而唯独中间的塑料大棚完好无损，又为什么同在灾害区域的高压线和烟囱安然无恙，而树木和房屋却遭受了损害呢？离奇的灾害让人摸不着头脑，而接下来的情况同样让人难以理解。当时这个浮质层有10多公分厚，当时这幽灵你看都是这么厚，都这么厚了，你看这一层很厚了。当时这浮质层都是有10多公分厚。那么当我们发现是树枝到了，这个浮质层也是完好无损的。这些不合理的现象似乎都在提示我们，发生在都西林场的绝不是一场普通的风灾。陈年友当时是都西林场的副厂长，这是他当时的目击地点，都西林场的采石场。为了防止夜晚碎石机被盗，那天晚上陈年友在这里值班。2点半时候狗笼狗都叫了嘛，狗叫我们起来呢，我和男队友，我们2个都从这个上给走了一圈，走了一圈看不得回来呢，我们的一个泡杯茶的喝来抽烟呢，突然就打雷一个线下头的北地下来的，带着地下捡起来都要个黄豆，磨豆腐菜黄豆弄大颗家，就是小冰雹，小冰雹。这场雷雨冰雹下了一阵之后，陈年友准备睡觉。3点半呢，我说没事了，我说我们又睡一下，就听到从这个方向都叫火车嘛大响声。从哪个方向？从这个方向？从这个方向过来的。突然那时候特别这火车能够响起。这个时候，喜欢通宵玩麻将的靳富和也目击了这一现象。有2股光，有黄色的和红色的，大家这红色的，就是有2次光是吧？2次光是走动的吗？走动的很快。走动的从哪个方向到哪个方向？从那面过来的，从从这个往这个方向走。往这面走，往这面走。光很亮。光很亮。是一个是黄颜色的。一个黄颜色。是什么样的黄呢？这种灯光的这种黄颜色。在林场，目击者还有半夜被响声惊醒的王明英。反正又不是光啊，都是像个2个，我也不晓得是这样的东西，反正都是像个像大2个，但是松树顶上都飞过去了，抓运气了的。声音都是火车的声音啊，轰啊轰的听到。经过调查，记者了解到，当时在林场看到那个空中怪车现象的主要是这几个人。根据他们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组画面：在那天凌晨，3个人因为各自的原因看到了那个东西，它发出黄色或橘黄色的光，很亮，有点像火球，带着隆隆的火车巨响从天空驶过，方向朝着东北。而东北方向的都拉营正是铁道部贵阳车辆厂的所在地。与林场一样，第2天上班时，职工们也发现了工厂遭到了严重破坏。看我们的升降器这边是1期，这边2期，下面是3期，就从那个蓝色房子那个地方。蓝色房子从那边进来的。那个风灾害是从那边进来的，从那个山那边过来，从那个山那边过来，大概是在那边就是都西林场。那边对，山后面就是都西林场。再从我们的那个角进入厂区。这是贵阳车辆厂的平面图。按照李志恒的介绍，灾害是从西南方向进入工厂的，行进的方向是东北。地磅房钢管断裂是最先被发现的。从录像上看，这2根断裂的钢管断口整齐，与其他几根弯折的钢管有明显的差异。它不是被切割断的，都是那种弯折了以后给折断的。钢管是随便切断，断了戳一看里头就是假焊，因为没有焊缝的，没有看见焊缝。断裂的钢管是原先焊接不牢，还是整根被切割？由于现场已经不在，而从录像带中又无法判断，这成了一个悬念。
在车辆场离奇的现象还出现在这节被不明原因移动的小火车上。据目击者说，当时这节车皮装有近50吨的钢材，而且车轮被锁死。奇怪的事情还不止这节70多吨重的火车车皮怎样被移动，它移动的方向也很奇怪。当时灾害的前进方向是从西南到东北，而火车移动的方向是逆向而动，从东北到西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车辆厂的这个位置上，是专门储存一些易燃生产资料的杂品库。在它门前的水泥地面上，灾害过后出现了一些类似于爪印的明显凹痕。这些爪印凹痕上面有一层黑灰覆盖，像是焊枪在地面作业时留下的痕迹。还有一件奇怪的是，在这个位置当夜凌晨，2个值班的保安竟然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带离地面1米多高。所有的离奇现象都与当天凌晨人们目击到的那个现象有关。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正是他裹挟着怪异的强风，对贵阳北郊的这2个单位实施了神秘的破坏。那2团光亮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发出比火车还要巨大的声响？而且当天晚上这一地区是不是有像他们说的那样的天气呢？11月30哦，现在2年还有冰雹哦，那天有冰雹，冰雹雷电，有雷电，雨，阵雨。当晚这个地方确实是有雷电冰雹，会不会是他们把雷声误听为火车声了呢？这条穿越都西林场的铁路是贵阳铝厂的物资专用线，每天都有数趟列车从这里驶过。这条铁路在这里已经有几十年了，应该说林场的职工对火车的声音并不陌生。而铁道部贵阳车辆厂更是整天与火车打交道，应该说他们一般不会产生误听。而且当时的目击者绝大多数都非常清醒，产生幻觉的几率也不大。即便是产生幻觉，在不同的地点，那么多人产生同一种幻觉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那么那个不明物体究竟是什么呢？球状闪电呢，我后来翻来资料，它产生的条件呢是要没有风，产生之后如果用水一泼它马上就炸了，啪一声就炸了。当时的环境呢是有小雨，有一些冰雹，还有大风，所以它不可能产生这种球状闪电，而且走这么长的距离。切秀书是中科院韩区汉区环境工程研究所雷电与雷暴实验室主任，国际知名的雷暴问题专家。尽管如此，他对球状闪电的认知也主要来自于文献。球状闪电呢，主要还是发生在这个雷雨天气的时候。那么一般认为比较多的这个报道呢，是在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地闪，也就是这个云对地的这个放电，之后紧接着可能会发生球状闪电，可能这样的概率大一些。所以说这个雷暴天气可能是球状闪电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另外从咱们国家来讲的话，在一些山区球状闪电的报道比较多一些，比如说贵州啊、西藏啊。据切秀书介绍，球状闪电发生后是有可能自己爆裂为2个或3个火球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球闪，雷雨天气是诱发它的条件。而事发现场当晚确实有雷电冰雹，那么球状闪电能存在多长时间呢？球状闪电它的生命史是比较短的，一般可能比较多的持续时间大概在3到5秒钟，
更长的可能也有1分钟左右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短的时间里边，它的速度又不是很快，所以它运行的距离是不会太长的。尽管切秀书进行的是一般性分析，但是一种自然现象总是有它基本的规律。球状闪电出现的时间和距离的基本特征与事发现场目击者的描述不相符，它的声音特性更是与当晚的情况有巨大出入。它的声音不会太大，不会像我们这个平时发生的这个闪电这样子的，会产生非常强的这种雷声。球状闪电的声音相对比较弱，比如说有些人认为，比如说像这种像火车一样的声音，可能就是比较大的声音了。一般的情况，可能像这种比较弱的这种噗噗的这种声音，可能报道比较多。根据目击者的描述，那天晚上的声音确实比火车还要大的轰鸣声。这种情况对于球状闪电就难以解释。由于灾害的奇异性，有人怀疑此次事件与传说中的不明飞行物有关。不明飞行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UFO。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关于 UFO 的报道是1878年，美国农民马丁在空中看到的一个圆形物体。1947年6月，美国人阿诺德在驾驶飞机时看到了有9个白色碟状神秘物体在天空中飞过，他将它们称作飞碟。被新闻媒介广泛报道之后，人们就习惯用飞碟这样一个形象的名称来称呼不明飞行物。其实碟形的飞行物只是目击报告中最常见的，其他形状的还有很多。每年在世界各地都有大量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报告，我国近年来出现的这类现象也很多。1998年10月3日中午12点左右，在云南昆明市的郊外，有人看到天空中有一个悬停不动的不明发光体。就在目击者拍摄的过程中，这个不明物体突然发生了变化，由1个分裂为9个，组成了一个菱形。2001年2月下旬，在云南泸沽湖，每晚6点之后，一个巨大的球形不明物体准时出现，并在半夜消失。这种情况连续出现了6天，出现时附近通讯设备均受到干扰。在消失之前，该物体还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罗成是原贵阳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曾3次到贵阳北郊事件现场调查。我认为应该是一个高速旋转并且飞进的飞行器产生的强大的力矩，这个力矩产生了一种切割力，切割力在某一个高度上，比如1米左右，大范围、大规模、大数量的切割很多树木，从它的折断、树木的倒向和折断的那个前面的现象，应该是符合强力矩的切割产生的。那么推论呢？因为科学我刚说了哈，科学也很多是未知的。从推论、从专业的角度，它是一种机械动力学产生的强大的这个空气切割。罗成认为，当飞碟在一定的高度高速旋转前进时，它所造成的空气效应就有可能造成树木被切断，而树下的腐殖层不受影响的情况。当这个飞碟呈跳跃状前进时，就会造成林场的破坏现象。然而，罗成在表达他的这番话时，却因为模糊地使用了力矩和切割这2个概念，而受到了相关人士的指正。
即使就是说当时在空中确实有飞行器出现，而且是高速旋转的话，也不是由这个高速旋转的这个飞行器的力矩造成的这个树木的倒伏，而是这高速旋转的这个飞行器飞行过程中产生的涡流，搅动的空气产生这些涡流，这涡流很强大，造成的树木倒伏，应该是这样子解释比较正确。陈彦春 UFO 爱好者，当年去贵阳调查空中怪车事件的主要成员之一。他曾经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我大概对这个飞行器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在马家塘那出现的这个，就是两边的树向中间倒，而且向前方扑倒，很像是飞机经过的时候，它两个后面的翼尖涡卷起的这个涡流造成的这个周围的这个植物倒伏现象非常相似。飞行器从这一带经过，两个翅膀之间形成涡流。当这个飞行器足够重，飞行高度又合适时，它所产生的涡流就可以使树木折断，而树下的腐殖层不受影响，并且由于飞行器的涡流只产生在两个翅膀之间，中间部位没有涡流产生，因此飞行器底部中间不受影响。而马家塘这一带被毁树木的中间地带就是油菜地和一些零星的大棚，因此没有受到毁坏。然而，经过了解，那天晚上这一带没有任何民航、军用或气象的飞行物经过，并且这一带的宽度超过了200米。当前有什么样的飞行物能有这么宽呢？1995年7月，当时的中国 UFO 研究会在前期贵阳考察的基础之上，在北京邀请了多位知名专家，对空中怪车的性质做了研讨，形成了对贵阳灾害的主流判断意见。现在看来呢，主要来看还不能说和 UFO 有联系，还主要的我想还是由于陆龙卷。陆龙卷是龙卷风的一种。龙卷风是一种风力极强而作用范围不大的旋风。气象学上一般根据龙卷风形成的环境，将之分为陆龙卷和水龙卷。不管是哪种龙卷风，它的基本特征都是呈漏斗状，上大下小，吸引力特别强。龙卷风的形成需要2个条件，气象条件是要有冷暖气流交汇，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湿度，这样容易形成气旋。而另一个条件也至关重要，这就是要有大面积平坦的陆地或水域，因为这样容易使气流积聚能量。因此，陆龙卷在我国一般常见于苏北平原地区。而贵州是国人皆知的地无3尺平的地方，山峦叠嶂，沟壑纵横，是贵州的基本地貌。能量巨大的陆龙卷怎么会在这样的地方产生呢？这里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中小尺度气象灾害实验室，它是目前中国开展龙卷风研究的最权威机构。贵州的地形能否产生龙卷风？研究室主任高守庭研究员做了这样的说明。贵州呢，从地理条件、地貌条件来说，并不太有利于这个龙卷风的发生。但是呢，这是个总体而言。但由于龙卷风它的尺度比较小，有的只能发生几十米甚至是几百米，就是说这么一个小的尺度这种范围内，那么贵州地区仍然它有一些相对平坦的叫做平坝这样的内容呢，还是有可能。而贵阳正是在重重山岭包围下的一个盆地，地势相对平坦。
如果条件适合，有可能形成小规模的龙卷风。而假如有的话，为什么当地的气象部门70年来却一直没有观测记录呢？这位老人叫李良奇，是贵州省气象局的老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最主要的特点是时间短，时间很短，所以往往我们的这个固定的一个气象观测点呢，很难碰到这种东西，所以这资料上很少有记载，因为它的范围很小。即便如此，也不能打消人们对龙卷风导致灾害的疑问，因为从可见的龙卷风资料来看，龙卷风都是紧贴地面的。可是这次在林场和车辆场情况却并不是这样，树木折断，树底下的腐殖层却纹丝未动。在大气物理所的实验室，我们看到了计算机模拟生成的一张龙卷风效果图。在这个效果图当中，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龙卷风的漏斗并不是始终紧贴地面的。有这种龙卷不到地的这种情况，它走的时候慢慢照样伸出一个漏管出来，不到地的时候，但它没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到地它在空中的时候，如果这个树的高度它可以搞断，但对底下可能没什么大的影响。从林场录像带的原始记录来看，灾害现场的树木虽然有被折断的情况，但却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断树都是像被一股强大的力量迎面折断的，这就与龙卷风的典型特征不相符。就在自然现象的说法又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一位长期关注空中怪车事件的科研工作者声称，他找到了解释空中怪车事件的最佳途径，他就是贵州科学院的高级工程师马瑞安。它就是一个飞碟发动机从顶上把空气抽进来，经过它加压之后附在壁上吹出来，它通过这个射流的这样的复壁效应，然后它就吹到底部汇合起来。根据这个原理，马瑞安研制的一些小型碟形飞行器曾经成功的上天飞行过，并且以其良好的特性受到了业界的关注。10年间，马瑞安一直没有停止对那个空中怪车事件的研究。他认为，当天晚上有不明飞行器的出现，不是人们的猜想，而是确有其事，它就是类似于射流推进器的飞碟。根据他以前的实验理论和现场的破坏情况，他甚至计算出了这个飞碟的直径在200米左右。而飞碟当晚出现时受到了坏天气的影响，飞碟呢误入这样子一个区域，受到冰雹和雨的影响，把这个冰雹和雨呢抽进了它的发动机里边，这样子影响了发动机，它大量的在里面吸热，那它这个吹出来的这个气流呢就大大的减少了，影响了它的升力，这样呢它就从空中就掉下来了。但是一掉下来之后呢，由于它这个结构很优秀，它呢就它所产生的这个气电力的相当大，这样子呢它就弹跳起来，进入第2个区域、第3个区域，这样子跳了几次，然后再往远处飞。然而，按照这种射流推进理论的解释，它在林场地面的落叶上又遇到了问题。当这个飞碟下落时，辐射在地上的风是将树木这样吹断的，在吹断树木的同时，也毫无疑问会吹散腐殖层。但实际却不是这样，林场断树下的腐殖层都完好无损，而且疑问还不止于此。如果那天凌晨真的像马瑞安认为的那样，有一个直径200米的巨大飞碟闯入，那么
巨大的飞行物，为什么会没有一个目击者看到？这些都是有违常理的地方。或许这就是那个不明飞行物的神秘之处。如果那个不明飞行物确实存在的话，它是什么呢？会是人们传说中的那种外星飞行器吗？如果是，操控或驾驶它的又是谁呢？会是地外生命吗？科幻片中的外星人真的存在吗？1995年，英国一家制片机构公布了一份据说是当时美国解剖失事飞船外星人的录像带。被解剖的这个外星人身材矮小，有6个手指。这个录像带在44个国家播放之后，引起了巨大轰动。然而事后证明，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那个外星人是由一个小孩扮演的，内脏是鸡内脏，一场闹剧就此收场。迄今为止，虽然人类一直在探索宇宙，最近也在火星上发现了水等生命形态形成的条件，但是真正的地外生命还是没有发现到。那么，地外生命真的存在吗？谈到地外生命的时候，那么从这个就是天文界的一种观点吧，一个比较标准观点呢，首先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说，地球上的生命肯定不是唯一的，就是地外生命是一定存在的，因为这是从我们现在的天文观测的角度呢，因为比如像地球当然只是很普通的绕着太阳的一个行星了，太阳本身是很普通的一个恒星，那么在我们周围银河系里面，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呢是有2000亿颗左右的，宇宙中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那本身又是非常非常多的，也是上千亿啊，类似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每个恒星在银河系里面的每2000亿颗恒星里面，每一个恒星它都有可能像太阳一样，它有它自己的行星系统，可能会有类似。所以就是说，在所有的这些里面，如果只有地球上有生命，这是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就一定会有。这是美国射电天文学家德雷克的一个推算银河系中可能具有多少个文明星球的公式。他以一连串可能性的数值相乘，得出了银河系中具有文明的星球有10万个左右的推论。由于它中间的每一项都是估算的，并不能准确测量，因此最终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差距。而天文学家海西马根的估计约有50万个，著名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估计有100万个。既然有这种文明的存在，像人类一样，他们就会有探索宇宙的愿望。然而，我们却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距离。他们是怎样到地球上来的呢？地球上的这个能力再发达，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科技水平和我们的物理常识搁在一起的话，我们现在人类绝对是没有能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飞到太阳系的边上的。就是实际上我连太阳都离不开，那么其他的星球上更没可能了。就是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呢，这个事儿就是说，如果说外星人再从其他的星球上这个通过宇宙旅行到地球上来，这种从我们的角度考虑，我个人反正认为这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就是说它技术上的这个难度啊。地外生命能否穿越巨大的时空障碍来到地球，对于我们来说它还是一个谜。而造成贵阳北郊2个单位离奇破坏的原因呢，是不是不明飞行物所为？从现场调查来看，也确实无法给出一个定论。而大多数调查者还是倾向于这是一起自然灾害的解释。下级暴流就是由于雷暴引起的一种强烈的下沉运动，这种下沉运动呢，在近地面附近呢，可以引起一个非常大的向外扩散的这种水平风。
雷雨冰雹是夏暴流的重要诱发条件，这与当时贵阳的天气状况相符。而夏季暴流这种下沉运动产生的气流之猛烈，就像在空中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水龙头，它的力量常常可以使飞行在这一区域的飞机坠地失事。而当气流直冲地面时，向外扩散的水平风力量也大得惊人。夏季暴流因为引起的风可以很大，可以达到大的话可以达到40多米每秒，时觉超过12级风，所以树干折断，有的树因为植被可能比较大，可以连根拔起，另外有些的话可以折断，拦腰折断，这都是常见的现象。生命的形式多种多样，地外生命与地外文明毕竟是两码事。有生命形式的存在，是否就能说明它能构建出相当程度的文明来？在浩瀚的宇宙中，究竟有没有可能类似于地球的文明呢？这一切仍然是个谜。神秘的喀纳斯惊现不明飞行物，这是奇异的自然现象，还是传说中的外星来客？西部荒野深处真的有外星人的基地？敬请收看科教频道特别节目《中国 UFO 档案之喀纳斯上空的奇观》。